他们不是没有努力挽回，没办法呀。这是凤氏集团，是人家凤氏家族的公司，又不是姓郑的。等郑一帆兄弟走远了，那些职员才进了电梯。他们虽没有说什么，心里却清楚3个郑副总早晚都会离开凤氏集团的。他们都知道了，凤总在几十年前是害死了他的姐妹才能上位的。如今他姐姐的女儿、外孙女儿都回来了，既是报仇，也是夺位夺权。凤氏集团估计很快就会换老总，不过对他们影响不大，不管谁当老板，都是凤家的人，他们只是在凤氏集团上班的。只要凤氏集团不倒闭，换老板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影响，说不定换了老板会给他们加点工资呢。上任家主的长女如今是管城商家的太太，外孙女一个是管城第一豪门战家的大少奶奶，一个即将嫁入陆家当四少奶奶。商家、战家以及陆家在管城都是大豪门、大家族。凤氏集团由海陵接班，有那几大豪门在背后撑着腰，想来凤氏集团会发展得越来越好。公司生意好，他们就不用担心会被裁员的问题，说不定公司还会扩招呢。个个都在等着新官上任，等着公司扩招，好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过来应聘一下。大环境不好，想找份好工作，还是有前途的好工作，挺难的。很快，3辆车驶出了凤氏集团，直奔医院而去。凤晴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往下看，看到3辆车开出去，她面无表情的猜测3个哥哥是去医院。父亲压不住他，就想让3个哥哥过来给他施压。呵，把他想得太简单了。当爸的他都不给面子，更何况是当哥哥的。他也给3个哥哥指了明路的，他们听不进去，他有什么办法？如今这样的形势，他就算强行接管凤氏家族，很快也会被表姐他们抢回去的。他何必白费力气？况且这不是他的，他早就说过不是他的，他不会要是他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10几分钟后，郑一帆兄弟3个便出现在郑华的病房里。郑华正在发脾气，骂着照顾他的阿姨。阿姨脸色不好看，但又不敢说什么，垂着头沉默不语，任由郑华骂他。怎么回事？爸，你的伤还没有好，别发那么大火。郑一帆问了一句，又劝父亲熄火。阿姨解释，大少爷，先生说要吃苹果，我给他削了只苹果递给他，他没拿稳，掉在地上，就怪我不等他拿稳才放手。我都放到他手里了，哪知道他会没拿稳，我马上就捡起来清洗过了。先生就生气了，对我破口大骂。我说重新削一个给他，他又不要。阿姨委屈得很，这是一件小事情，老先生也发那么大的火，恨不得将他祖宗18代都翻出来骂个遍。没事了，你出去吧，我们劝一劝我爸，他年纪大了，加上我妈刚走，我爸心情不好，容易发脾气，阿姨你多担待担待。说着，郑一帆还掏出钱包，从钱包里面拿了一小叠的钱，估计就是1000几百块吧。他将那小叠的钱递给阿姨，阿姨天天照顾我爸，我爸脾气还不好，辛苦你了，这是给你的一点补贴，也算是奖金。既然说是给他的补贴奖金，阿姨便没有推拒，接过了那小叠的钱，向郑一帆道过谢就出去了。被骂的委屈是委屈，不过看在大少爷额外给他的补贴，他就不和老先生计较了。自从老先生出轨被家主抓个正着之后，老先生在家主面前依旧是那副舔狗的样子，但在他们这些阿姨面前，却是性情大变，反复无常。有时候一点小事做得不合他心意，他也会对他们破口大骂，甚至叫管家炒他们的鱿鱼。就有同事被老先生骂哭，自己辞职走的。你给他钱做甚？他是没有等我拿稳就松手了。
苹果掉在地上弄脏了，他还捡起来，洗洗就给我吃。医院的地板，就算天天拖，也满是细菌病菌。郑华说着长子，你们以后花钱要省一点，该花的才花，不该花的就别花。没有你妈给你们兜底了，怎么样了？爸让你们去做的事可做成了。郑华其实不太抱希望，但还是盼着儿子们能成功的。郑一帆拖过一张凳子，然后在凳子上坐下来。爸，你看看我们的脸色，就知道事情成与不成了。家门都进不去，在公司里，人人都盯着我们呢，不像以前那样一呼百应，大家都愿意给我们面子。凤晴那个死丫头油盐不进，怎么说她都没有用。郑华黑着脸，那个死丫头就是油盐不进，我说什么她都不听。你们没问她你妈遗嘱的事，忘记了，被她气得我脑袋发胀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郑一帆愧疚地道，妈的私产倒是不用担心，他们不会抢走的，就是怕凤晴不分给我们。那死丫头总是一副大义灭亲、公正不阿的样子，看到她我都想给她几耳光。其他的先不管，先拿到你妈的私产再说。去找找那位律师问一问，你妈后面有没有修改遗嘱？若是没有修改遗嘱，就要求死丫头分按照遗嘱对财产的分配，分给你们。郑一帆点头，等会儿我们就去找律师，要求分割妈留下来的遗产。父亲说的对，母亲的私产，他们要求分就是光明正大的。凤家的财产他们要不到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只能退而求其次了。管城那些人还没有下一步的动作吗？没有，不过他们很多人都回去了，只有商太太夫妻俩陪着那个死老头子，以及海林和战家的三少爷。哦，陆四少过来了。郑华深思片刻后说道，想来是临近过年了，你妈又刚走，人死债消，死者为大，他们才暂时没有动作，等过了年结果就定的了。咱们还有点时间的，这几天你们主要就是缠着凤晴分你妈的私产。凤家大宅里面的东西白天进不去，可以晚上再过去，悄悄地翻墙进去。你们在那里出生成长，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，熟的不能再熟得了，难不倒你们。若是钱进去了，不要搬那些大件的，重的就进你妈的珠宝库，把她的珠宝都带出来就行，还有她的那些名包，钥匙能带出来就都带出来，随便一个转手卖出去也能卖到不少钱。郑华说什么，他的3个儿子就跟着点头。郑一帆说道，凤晴那个死丫头叫我们把自己的私产都变卖，带着老婆儿女离开江城，至少也要离开江城市区，说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平静的日子，也能保住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。爸，咱们要不要听他的？郑华深思了片刻后说道，以目前的形势来看，他给你们指的倒是条明路活路，管城那边的人明面上不会对你们怎么样，但他们都是在商界摸爬打滚的人，说他们善良，鬼都不信，他们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设个局把你们套进去，让你们破产还欠债，到时候你们会一无所有，负债累累。这样吧，你们白天就缠着凤晴分家产，晚上就潜入凤家大宅拿回你妈的珠宝，你们的房子商铺也都挂出去，看看有没有人接盘，也要去找个好一点的地方，在那里先买好房子，等到江城这边的事办妥了，咱们全家人都去新家生活，远离商太太他们，记住低调行事，以后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张扬了。你们已经不再是凤家的少爷，凤家也不再是你们的家，还有你兄弟3人要分开，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，那样容易被人家一窝端了。见儿子们不情不愿，很不甘心的样子，郑华既急
又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不要不甘心，想想你们的妈妈。现在不是争个输赢的时候，咱们斗不过他们的。人家是大石头，咱们是小鸡蛋，碰不过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凤晴给你们指点的明路，倒是为你们着想的。他自己估计也是以退来保命，以及保住他目前拥有的一切。那死丫头行事作风，很多地方都像极你们的妈，她不会吃亏的，懂得审时度势，懂得留得青山在，就不怕没柴烧。郑华不得不承认，亲生女儿是比3个儿子清醒理智。老父亲都赞同凤晴的话。郑一帆兄弟3个交换了一下眼神后，他说道：“既然爸都这样说，那我们就按爸说的去做。”000，郑一帆的手机响了，他掏出手机看来电显示是老婆打来的。他犹豫了片刻才接听电话。郑一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们去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吧。郑一帆抿了抿嘴后说道：“行，你现在就去民政局，在那里等我，我半小时后过去。”感情破裂，无法挽回。郑一帆也想通了，答应今天就离婚。财产分割的问题，咱们的夫妻财产1人1半，孩子们就是咱们共同抚养。你若是再嫁，孩子就送回来给我，不许给孩子改姓。凤大少奶奶说道：“那等会儿你先签了离婚协议书，再去办手续。你现在哪里？我拿离婚协议书过去给你签字。我在医院，你过来的时候带上孩子们，让他们过来陪陪爷爷。我爸在医院里太无聊了，有孩子们陪着他，心情会好一点，就能恢复得快一点。”好，丈夫爽快地答应离婚。凤大少奶奶也爽快地答应了丈夫的请求。婆婆去世，公公住院，婆家出了这么多事，凤大少奶奶的怨气少了很多，心态也放平和了。只要能离婚，解放自己就行。她已人到中年，孩子们由夫妻共同抚养，她压力也不大，以后就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。至于会不会再嫁，不知道，顺其自然。若是能遇到好的，不嫌弃他离过婚的，可以考虑考虑。不过还是自己一个人过，潇洒自由，他又不会差钱，小日子会过得很幸福的。仅是想想，凤大少奶奶的心情都变得很美丽。等郑一帆结束通话后，郑华问他：“是你老婆？”他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去办离婚手续。父子几个都沉默。好几分钟后，郑华叹着气：“是吧？没有带好头，教好你们，毁了你们的婚姻。你老婆以前对你是掏心掏肺的，是有真感情的，又替你生儿育女，孩子们教的也不错。你啊。”郑华想说儿子一顿，想到自己也是一路货色，话到嘴边都说不出来。自己这根上梁都不正，能指望下梁不歪吗？同为男人，在结婚10几20年后，夫妻感情早就淡如水了。有钱有身份，他们就想在外面找新鲜的、年轻漂亮的，但他们没有想过离婚的。在外面那是逢场作戏，玩玩而已。家里的女人若是肯睁只眼闭只眼，他们的婚姻还是能维持下去的。郑一帆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：“是阿若死的时候，他对我彻底死了心。那晚我也是过分了点儿，只想着护住阿若，没有为他考虑过。我但凡护一护他，他都不会死心死得那么彻底，因为他帮着凤若对付自己的结发之妻，妻子才会彻底死心。他嫁他10几20年的，又为他生育了3个儿女，也曾经有过感情甜蜜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的心就不在他身上了，被外面年轻漂亮身材又好的女孩子迷住，开始在心里嫌弃老婆的身材。容颜觉得老婆生了孩子后，身材再怎么保养，也比不起外面年轻女孩子的。
加上年纪渐大，青春不在，又结婚多年，感情渐渐变淡，他的心就花了。以前他为了孩子，为了两家的关系还能忍一忍，直到凤若死的那个晚上，他帮着凤若对付他，他就不忍了，坚持要离婚，扯皮扯了那么长时间，也是该有个了结。如今他们这个大家庭风雨飘摇的，离了婚，孩子大多数时候跟着他生活，或许是最好的安排。X 省的 A 市，千寻集团是欧阳家族的家族公司之一，旗下还拥有不少子公司，涉及到各行各业。现在千寻集团的当家人有2个，就是欧阳家的大小姐和二小姐。欧阳家族在 A 市经营了好几代，才有今天这样的财富地位。虽说曾经出现过危机，就是欧阳雅刚接管公司的时候，公司有段时间出现了危机，很多人都等着欧阳家族，所有的家族公司都出事，倒闭，最好还负债累累，都不看好欧阳雅姐妹俩。结果欧阳家族的公司硬是熬了过来，如今欧阳家族比起以前更加的兴旺发达。由于欧阳家族现在当家的是欧阳雅和欧阳婷，姐妹俩的年纪在一众商界大佬当中属于最年轻的了。欧阳雅过了年才27岁，欧阳婷比她小一点。3小姐和4小姐也是年龄相仿，现如今都在家族企业里上班，就是她们俩毕竟还年轻，暂时还没有2个姐姐那般出名。在 A 市提到欧阳家的大小姐和二小姐，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。3小姐和4小姐还有很多人都不认识她们。家族拥有雄厚的财富，当家人又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多少人都盯着姐妹俩。其中就有隔壁市的龙家代理家主龙先生来了数次千寻集团，请求见一见欧阳雅，前台要求他预约排队。自从夺位成功后，哪怕没有拿到家主的图腾和令牌，不能真正拥有龙氏家族，也不能成为正式的家主，好歹是代理家主，在家族里那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的。比起江城凤家，龙家厉害多了。江城凤家易主一次，几十年后竟然又回到上任家主后代手里，这种活生生的例子让龙先生心里不安至极。他不想像凤月那样努力经营了几十年，到最后还是为嫡系一脉做嫁衣。他费了多大的劲儿，从他祖父辈开始就一点点的布局，策划阴谋，总算在他这一辈成功了。可是他没有找到家族图腾以及令牌，很多家族的精英高手们他都不能调动，也无法让他们为他所用。那个失踪的真正接班人，按照年龄算，现在也就3、4岁大。等他长大成人，有本事的话，也到了30岁上下吧。到时候他像管成商太太那样，带着儿女、外甥女杀回江城，夺回属于他们那一脉的一切。他就像凤月那样了，这是龙先生最不愿意看到的。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那个带走了图腾和令牌的小娃娃。没有记错的话，小娃娃叫龙庭，他与龙庭的父亲是同辈人。按族里排序的话，他是龙庭的大伯，因为他们这一辈当中，他年纪是最大的。一边派人到处寻找龙庭的藏身之处，一边不停地结交那些豪门大族，想着若是有一天龙庭回来了，他有足够的力量，逼着龙庭亲手将图腾以及令牌都交给他，这样他就成为名正言顺的龙家家主。以后龙家传给他的儿孙后代，不用再看嫡系那一脉的脸色。龙庭他当然也不会留着，等到他想要的东西，他就结束了龙庭，让嫡系一脉彻底的绝了后，他成了当家人后，他的儿孙就能改变旁支旁系的身份，成为新的嫡系一脉。此刻龙先生那辆豪车就停在千寻集团的门口，
在他的豪车后面停了几辆黑色轿车，这是他的保镖车。出门他总是前呼后拥，既是摆排场，也是为了保护自己。龙先生看着那栋高高的办公大厦，脸色紧绷，眼神阴冷，内心里是有火气的。片刻后，他吩咐着一名保镖下车去跟保安说，我知道欧阳大小姐此刻就在公司里，问她什么时候能见一见我。就算她只是个代理的家主，在他们 H 市里也没有人敢这般不给她脸面，向来都是别人想见她，她看心情，想见就见，不想见就不见的，还没有试过她想见别人，别人不见她的。哪怕对方同样是有身份地位的人，只要他想见一见，对方多少都会给他一点颜面，答应见面。从来没有人像欧阳雅这般，不想见他就不见他。欧阳婷还好，他见过了2次，不过想约欧阳婷出去玩，或者请欧阳婷吃饭，欧阳婷都拒绝了。不知道是他中年大叔的魅力不够，还是欧阳婷另有所爱。但他了解清楚的，欧阳家的几位小姐都还没有男朋友的。当然了，龙先生的目标不是欧阳婷，而是欧阳雅，因为欧阳雅才是真正的欧阳家当家人。她年轻漂亮，性格冷，属于冷艳美人。龙先生最喜欢的就是冷艳美人了，每次征服一名冷艳美人，他都会宠爱很长一段时间，那样非常有成就感。欧阳雅跟他的那些情妇不一样，他瞄准欧阳雅，既是相中了欧阳家的财富地位，也相中了欧阳雅这个人的能力，能超越他老婆。若是能拿下欧阳雅，龙先生不介意中年离婚，重新娶一个老婆的。他对妻子早就没有感情的了，不过是他身边的女人，没有一个能有他老婆那样的手段。加上夫妻俩共同育有几个孩子，儿女双全，儿女也算优秀。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他在外面彩旗飘飘，都没有想过换了家中的红旗。龙太太对于风流的丈夫也是睁只眼闭只眼，只要丈夫在外面的女人没有生育儿子，不跑到她面前挑剔她，她都懒得管。她稳坐龙太太的位置，儿女渐渐长大，儿子都可以成为丈夫的左膀右臂了，她才不管丈夫在外面有多少女人呢。有时候丈夫还需要她出面当个恶人，帮她对付那些失宠了的情妇。保镖恭敬地应着，然后下了车，走到保安室的窗口，对着值班的保安说道：“保安大哥，我们先生都来了几次，如此有诚意，麻烦保安大哥帮忙通知一声，看看欧阳大小姐什么时候能见一见我们先生。我们先生知道欧阳大小姐在公司里的。”值班保安说道：“我们欧阳总工作繁忙，不随便见客，想见他的都得预约，预约好了就等着便是。到了预约的日子时间，按时过来便可，秘书会安排的。未到预约的时间就继续等着吧，除非欧阳总愿意，否则谁都不能插队。提前，龙先生前2天不是预约过了吗？应该还没到时间吧？未到时间就回去等着吧。你们天天跑到这里，堵住我们公司大门口，没有用的。要是挡着我们欧阳总的路了，他一生气，说不定会取消你们龙先生的预约排期。”龙家的保镖张张嘴想说什么，最后却只说了2个字：“谢谢。”便转身走开，走回到车子前。龙先生按下了车窗，他弯腰躬声说道：“先生。”那保安说：“先生预约了，就等着预约时间到来，按时过来就行了，不用天天跑到这里来等的。还说未到预约的时间，都得等着，不能插队，提前。”龙先生的脸色阴沉，不过也不是一瞬间，很快就恢复了常态。他淡冷的道：“那我在这里等等，等到欧阳雅下班，就不信她不出来。你上车吧，外面冷，车上好歹有点暖气，没那么冷。X 省的冬天都冷，不管是 A 市还是 H 市。”龙先生掏出手机，
本想打给欧阳雅，很快又放弃，改而打给欧阳婷。欧阳雅又冷又傲，未必会接听他的电话，欧阳婷就好说话一点。电话打通了，欧阳婷并没有立即接听他的电话。龙先生耐心地等着欧阳婷接听他的电话，可是这一次欧阳婷也没有接他的电话，这让龙先生的脸色又是一黑。此刻的欧阳婷就在总裁办公室里，龙先生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看了来电显示，便将手机放到了对面姐姐的面前，说道：姐，你不见他，他就打电话给我了。这个老男人挺烦人的，出于礼貌，我见了他2次，他就得尺进寸了，好像我被他迷住了似的，约我出去玩，请我吃饭，还要给我送礼物，我都拒绝了他。每次看我的眼神也是故作深情，有时候被我捕捉到他眼神里的色迷迷及放肆。欧阳婷是很不喜欢和龙先生见面，哪怕龙先生表现得温文儒雅的，但他骨子里头就是个风流胚子，养的情妇一大堆，睡过的女人无计数。以为他色迷迷看他的眼神，他没有捕捉到吗？他放肆的眼神往他身上游移时，以为他捕捉不到吗？欧阳婷是第一次遇到像龙先生这么好色的男人。欧阳雅看了2眼来电显示后，便将手机还给了妹妹，但冷得道：不用管他，他是心里瞧不起我们姐妹几个当家的人之一，打着与我们谈生意的旗号，真正的目的想来是拿下你或者我，然后一点点的霸占我们欧阳家的产业。他在龙家虽说是代理家主，也的确有能力有手段，心狠手辣的，但他现在做得再好，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很容易就会为他人做嫁衣。江城凤家发生的大变故，相信他也知道了，他肯定会害怕自己最后落得江城凤家主那样的下场。欧阳婷说道：他这是在给他自己找后路，想着拿下了我们家，就算他失去了代理家主的一切，离开 H 市也不会一无所有，还可以通过明面上的合作，将龙家的很多生意钱财转移过来，80%是这样。他已经通过这样的方法，通过他太太转移变成他私人财产。不过龙氏集团的很多高管都是家族精英，他们只听令于家主，共同守护着龙氏家族的财产。龙先生在龙氏集团里无法做到一言堂，对于每一笔钱的支出，都需要经过公司众多高管的同意才行，他就很难将龙氏集团变成他自己的，就是龙氏家族最主要的产业，他都不能转移，能转移掉的一点小生意，带给他的财富，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巨款，对于他来说，还有相较于龙氏庞大的家业来说，真的是毛毛雨。从知道龙先生来过之后，欧阳雅就让人去调查 H 市龙氏家族的现状，知道龙先生这个代理家主能力再强，心再狠手再辣，能害死嫡系一脉所有人，只要他一天拿不到图腾以及令牌，他就一天都成不了龙氏的主宰者，到最后就有可能为他人做嫁衣。龙先生心里恨得很，也憋屈，但他不是那种愿意为他人做嫁主的人，自然就想着结交更多的大佬，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，希望有一天能通过强大的影响力，逼迫那些精英高手们臣服于他。几年前龙家巨变，不是说还有个小娃娃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吗？龙家发生巨变，也就是在3、4年前，那个时候欧阳婷也有20出头，姐妹俩已经开始接管欧阳家族的生意。A 市与 H 市又是相邻的2座城市，他们自然知道龙家发生巨变的事。他们家族与龙家没有生意往来，他们除了在心里感叹人性的冷酷无情之外，什么都不能做，也不会去做，毕竟那是人家家族的事。龙先生以及他的人做的也像江城凤月那般隐晦，让嫡系一脉死得不明不白的。他们还涉及到黑道，是一笔糊涂账，不好清算，就是 H 市的警方
暂时都没有证据能拿下龙先生，更不要说不相干的人会做什么了。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欧阳雅说道，听说那个孩子在望城出现过，是不是？这个没有证实过。龙先生就挺想见一见那个孩子的，可惜那个孩子的养父母也是厉害的，龙先生未能如愿。现在龙先生怕是连那个孩子的下落都不知道，活着肯定是活着的，就是不知道被他养父母送到哪里去了。龙家的信息网那般强大，他都查不到。欧阳婷好奇地问道。欧阳雅默了默后说道，婷婷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龙家厉害，但还有比龙家更厉害的。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地头蛇，地头蛇也只能在自己的地头强势，鲜少有那种纵横全国甚至全球的家族。像咱们欧阳家族，也就是在咱们 A 市厉害，去了其他大城市，咱们都得低调点，不能随便招惹是非得罪人。特别是现在互联网发达，一不小心被人发到网上去，随时都会带来网暴，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声誉。欧阳婷想了想后，点点头，认可了姐姐的话。她问，姐，咱们就一直晾着龙先生，你想见他吗？欧阳雅反问一句。欧阳婷立即摇头，说道，不想见。她自以为自己风流倜傥，温文儒雅，是个俊美的中年大叔，殊不知在我眼里就是个老色胚，讨厌他那放肆的眼神，也讨厌他自以为温文儒雅俊美的样子。看惯了战远那样的真正优质男，再看龙先生这种虚伪的男人，发觉两者相比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战远才是真正的温文儒雅，风度翩翩，他什么都不用做，就是那样看着他，都觉得赏心悦目，心情愉悦。我现在相信了，将俊男美女当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来欣赏，是真的能够心情愉悦的。说完后，看到姐姐玩味地看着他，欧阳婷赶紧解释，姐，我真没有其他意思，你不用解释，咱们是姐妹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彼此都了解对方。我爸妈未必了解我，但你一定了解我。欧阳雅笑道，你欣赏战远又不是丢脸的事，不用心慌慌地解释的，不怕你笑话。见过战远后，如你的话说的，再看其他男人，总觉得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比不上战远。姐都是欣赏他的人，所以你欣赏他不是什么丢脸的事，承认一个人优秀也不是一件难事。欧阳雅说道，虽说战远只是我的私人厨师，但他的优秀却是厨师这个身份都遮掩不了的。他本来就是事业有成的人，跑来给我当私人厨师，是为了厨艺的进步。姐是个精吃的人，他烧的菜做的点心，就算我能吃进去，也能挑出他的缺点，让他可以反复调整，改掉存在的缺点，那样他的厨艺就会更上一层楼。这个男人是真的是天生的厨师种，对做菜异常的执着。欧阳婷说，还不是姐总用暧昧的眼神看我和战远，让我不由自主就要解释，我对战远是纯粹的欣赏，真没有到爱上的地步。而且他觉得战远的眼里只有姐姐。战远是个厨师，平时就在厨房里忙碌，偶尔出来见到他们时，他看他的眼神温和而平静，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，没有半点亲近的意思。但他看姐姐的眼神却闪烁着异光，有时候还能捕捉到些许的温柔及宠溺。欧阳婷不认为自己看花眼，战远眼里真的只有姐姐。当然也有可能因为他是姐姐的私厨，姐姐才是他真正的老板，他忠于自己的老板才会眼里只有姐姐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欧阳婷都不会去爱上战远。一个眼里无他的男人，再优秀那也不是他的。他欧阳婷又不是差到没有人要，只要她想嫁人，多的是男人排着队想娶她，就算是上门女婿，也多的是男人愿意。欧阳雅也不想老在这个话题上和妹妹争辩，
他笑道：“站远这么优秀的男人，你都不爱的话，姐就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能打动你了。不过我妹妹这么优秀，的确要配个特别优秀的男人，与你强强联手，打遍商界无敌手。”姐被大姐调侃了，欧阳婷脸都红了。000，欧阳婷的手机再度响了起来，依旧是龙先生打来的。大姐，还是那个老男人，要不要接听？欧阳婷皱着眉，很不爽的样子。看吧，他那种虚伪的人，没有点自知之明，靠着害死嫡系一脉上位的龙先生，始终缺少了真正的贵气及风度。接一下吧，免得他老是打电话给你。欧阳雅说道。面对这样的无赖，你别指望他绅士。欧阳婷撇撇嘴，嘀咕着，真正的龙家主怎么就遭了这样的人毒手？小人难防，龙家的家主才接管家主之位2-3年，就出了那样的悲剧。这个老男人怕是早就不好局的了。龙家嫡系一脉如今只留下一个幼儿，还不知道那个幼儿能不能长大成人。长大成人后有没有本事？若是没有那个复仇的本事，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，做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好歹能够活着。钱财身外物呀，一个大家族如同一个朝代，朝代更替很正常。只能说龙氏家族的嫡系一脉越来越无能，才会被旁支谋害了。欧阳婷没有接话，她接听了龙先生的来电。欧阳二小姐。龙先生哪怕憋着一肚子的火气，在美女面前，他还是很有风度的，语气显得温和，带着点笑意。龙先生，有事吗？我刚刚在开会，手机调成了静音，现在才接到龙先生的电话。欧阳婷客气地问着，并扯了个谎，不承认自己是不想接听电话。没事，二小姐没有接听电话。我就猜到二小姐在忙的了。二小姐在公司里最好了，我现在你们公司门口，就是千寻集团的门口。二小姐能不能跟下面的人说一说，让我进去？我想见见你大姐，跟她谈谈我们两家合作的事。若是大小姐没空，跟二小姐谈谈也是可以的。龙先生温和地道。我知道二小姐也是个能说事的人。欧阳婷歉意的道：“龙先生，这一点我是没有办法帮到你的。我大姐的行程都安排得很紧密，很难挤出时间。她什么时候做什么都安排好了。龙先生是个当家人，清楚行程安排好后，是真的很难再挤出时间。”龙先生噎了噎后，说道：“那二小姐有空吗？我也没有空，我刚开完会。马上就要出门见客户了，实在腾不出时间来，还望龙先生见谅。”顿了顿，欧阳婷问道：“龙先生不是预约了吗？等到了预约时间再过来，和我大姐谈谈生意合作的事了。大姐根本不想和龙氏集团合作，谈了也没有用。”这句话欧阳婷当然不会说出来。龙先生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按照正常预约时间，我需要等到明年的暑假，时间太长了。